每天一点带你进入编程世界。Hello， 大家好，我是Flay，欢迎大家来到Flay Scratch 12编程课。今天我们这节课的主题叫奇妙的魔法棒，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课程的演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一根魔法棒，这根魔法棒，当魔法棒碰到什么呢？碰到我们这个苹果的时候，然后苹果会逐渐的变大，而碰到我们苹果旁边的这只小老鼠的时候这只老鼠会逐渐的变小。在这一节课里面，我们用到的角色的话有3个。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苹果和我们的老鼠，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可以控制的这个魔法棒。而我们用到的一个背景的话，是一个在房间内部的背景。这节课的话，我们有2个问题是需要我们解决一下。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让角色随着我们的鼠标来移动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魔法棒它需要跟着我们的鼠标可以来回的移动这样它才有可能去碰到我们的苹果和老鼠，对不对？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需要使这个角色变大变小。这个第二个问题指的就是当我们的魔法棒碰到这个苹果或者说碰到这个老鼠，那时候我们分别需要让它变大或者变小，这样一个操作，好吧？那下面的话让我们来熟悉一下看一下我们这一节课所需要用到的主要的积木块。接下来让我们来到我们的编程工具，好吧？在我们大家现在看到这个编程界面呢，我已经把我的3个角色和我的背景已经添加好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添加你自己喜欢的角色和背景。那我们现在开始。第一步的话，我们先解决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如何让这个让我们这个魔法棒是吧，跟着我们的鼠标来移动。这样的话，我们首先找到在事件里面找到这个当绿旗被点击。当绿旗被点击了以后呢，我们在运动里面找到一个什么呢？这里有一个移到随机位置，好吗？我们把它拿过来。这个移到随机位置的旁边有一个小的箭头，我们点击一下，看到这里面有4个选项第一个是随机位置，第二个是鼠标指针，我们选择第二个鼠标指针。这时候我们把它放到这个当绿旗被点击的下面，把它们结合起来。这时候当我点击这个绿旗的时候这个这个魔法棒它自动的移到了右下角，是因为我的鼠标在这个位置。那现在我把鼠标移到其他的位置，它并不可以跟着我一起来动，是因为我只是在这里放了一个移到鼠标指针。当我点绿旗那时候，它会执行一次，之后它就不会再执行了。那现在的话，我们给它加上一个重复执行。好，我们现在再来试一下。这时候你会发现，我的鼠标在移动的时候我的这个魔法棒呢就已经可以跟着我的鼠标来移动了，好吧？已经可以跟着我的鼠标来移动了。那到现在为止的话，我们第一个问题，如何让角色跟随鼠标指针移动就已经做好了，好吧？那我们先暂停一下。第二个的话是如何让这个角色变大或者变小，对不对？变大变小的话，在运动里面在这个变大变小的话，在哪里呢？在外观里面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将大小增加10这样一个积木块有一个将大小增加10这个。当我们点击这个将大小增加10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魔法棒它会越变越大，对吧？那我们现在的话并不是要让魔法棒越变越大，我们需要的是想要我们的苹果变大和老鼠变小，对吧？那这里的话就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如何才能
啊，我什么时候让这个老鼠变小，什么时候让这个苹果变大，对不对？这时候的话，我们需要用到一个广播啊，一个广播消息。在我们的事件里面的最下边，我们拿出来这个广播消息啊，这个广播消息可以用来发送对应的消息。我们在消息里面，这里有新消息和消息一，我们选择新建两个消息。新建第一个的话就是碰到苹果，好吧？啊，我们让它碰到苹果。这是我们建出来的第一个消息。那之后我们再建一个消息，这时候我们让它碰到谁呢？碰到老鼠，好吧？我们两个消息都已经建好了。那什么时候广播这个消息呢？对不对？这个是和我们的逻辑相匹配的。当我们的鼠标，当我们的这个什么呢？当我们的这个魔法棒碰到苹果的时候，它需要告诉苹果，我已经碰到你了，你需要变大。而当我碰到这个老鼠的时候，我需要告诉这个老鼠，我已经碰到你了，你需要变小，好吧？那这时候的话，我们需要用到的一个积木块叫在侦测里面找到哪一个？找到这个碰到鼠标指针，对不对？把它修改成这个碰到 app 和这个碰到这个老鼠这两个选项啊。然后我们在控制里面找到如果那么啊，我们要拿出来几个呢？我们要拿出来两个啊，因为我们要发两条消息嘛。第一条的话是我们让它碰到苹果的时候，我让它广播一个消息，我碰到了苹果，好吧？第二个的话是我碰到这个什么的时候，碰到这个老鼠的时候，我让它广播一个碰到老鼠的广播，然后我们把它放到移到鼠标指针的下面去，好吧？这是我们到现在为止在这个魔法棒身上所做的这个编程啊。那接下来我们切换到苹果身上，这时候的话，我们刚才在魔法棒身上已经广播出来一个消息了，对不对？我们在事件里面拿到什么呢？拿到这个当接收到，这里是个碰到老鼠，对不对？我们把这个碰到老鼠修改到我们的碰到苹果啊，修改成我们的碰到苹果。如果说我们的魔法棒碰到这个苹果了，那这时候这个积木就会被执行。我们在外观里面找到谁呢？找到这个将大小增加10啊，把它们组合起来。那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啊，试验一下。好，当我点击绿旗了以后，现在我的魔法棒是可以跟着我的鼠标指针来移动的，好了吗？好啊，这只苹果已经变得非常大了，对不对？我碰到它已经变得非常大了啊。现在的话，到现在为止，我们这个小程序几乎上已经做完了，但是还有一些小小的瑕疵。比方说，我现在的苹果已经变大了，对不对？当我下一次继续开始的时候，这只苹果它并不会重新缩回到原始的大小啊。另外的话就是，这个苹果它现在变大的速度有点大，好吧？我们需要把这两个稍微修改一下。第一个的话是让它当绿旗被点击了以后，我需要让这个苹果可以回到哪个位置上？可以回到它原来最初的那个大小，对不对？啊，那这时候的话，我们在苹果身上找到一个什么呢？当绿旗被点击，啊，找到一个当绿旗被点击，然后我们在外观里面将大小设为100，给它放上来。这时候我们再来看啊，当我点击绿旗，是吧？我的鼠标，我的这个魔法棒可以跟着鼠标指针来移动，碰到它，好，变大了，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暂停这个程序，第二次点击绿旗，看到吗？这个苹果已经可以重新回到它原始的大小啊，可以回到原始的大小。这里的话，
老鼠身上的这个程序留给大家来做，欢迎大家给我留言，好吧？把自己做出来的程序留言告诉我。今天这节课的内容你听懂了吗？如果说听懂了，请在下方给我留言，好吧？请在视频的下方给我留言，欢迎大家给我点赞、收藏、关注，好吧？我们拜拜，下次再见。